半月之后，太白骤现。这是好啊！是食龙脑饮龙嘴的上古凶兽。江督城，江督城。所以无论是童谣、流言，还是大吼，针对的都不是大伯，而是淑妃。李时顺，果然是你。郡主，我求你救救我的家人！今天晚上是谢君给我最后的机会。星君，见过星君的人不止于兰儿一个，还有他的阿耶。那个人为了装神弄鬼，确实花了一些心思，不过并不难。谢主，你是一配一，你们是一伙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要杀了我！杀！以关东龙骨的诛灭杀人，年关将至，也该扫尘除垢了吧？什么人？我一路追他到出阳门，那人忽然就不见了，痕迹也像是突然消失一般。桶里有什么？是桐油，木桶就放在后窗外了。县主当时就在附近。不对，那不是凶手。如今星君已经犯下4起案子，最后一案不会是在明日的南郊大典吧？凶手作案谨慎，不会随意更改模式。大典之后，圣上会在花萼香灰楼，淑妃还会在宴席上为圣上献舞。通知禁武卫和各处宫门守卫，明日大会之时，尤其不能掉以轻心。若没有淑妃的庇护，我早就死在宫中。我不会让你伤害她。可他庇护的不只是你，还庇护着你的灭门的仇人。杀父弑母之仇，真的就算了吗？你不知我跟高人学过，食物相克这招，他比你玩得灵。先是意图谋害本县主，再是私用禁药，杀害产母，月娘意欲何为啊？就是替人接生，积德行善。你不说，我只好问问我这位见多识广的小姐妹了。5人，堕罗波底国有一种邪术，是将婴儿做成古铜，以巫血喂养，便可以替主人作恶。私用邪术害人性命，律法如何判罪？自是无赦极刑，就地诛杀。月娘怕不是在替徐道隐养蛊吧？这种丧良心的邪术，闻所未闻，要岂敢去做？那孩子被你带去哪儿了？那孩子刚生下来就没了生母，自然送去生机堂给乳娘照顾。徐公乐善好施，慈悲为怀，从无半点害人之心。县主可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。但你的意思是我们弄错了？你满口胡言！何出此言？这娘子与徐道隐勾结，以山庄为幌，谋财害命。你胡说！县主，此人莫不就是在山庄行凶的凶手吧？不错，现在就轮到你了。月娘，
山庄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能按时交货，武家的钱真没白花呀。夫人还没走，月娘以为把武夫人送走，你和徐公龌龊的生意就不会被发现了吗？所谓徐公的生意，就是让新生儿在特定的时辰出生，补足相克先天五行的缺陷，用来冲洗避煞。你应该奏薪下山的。别让月娘跑了。还不帮忙？好身手。采访使苏荒远见过县主。多谢采访使相助。难道不应该多谢本太史丞算无一策，及时请得救兵？意料之中。县主，月娘应该是进了暗道，让他跑掉了。暗道出口在何处？山庄暗道遍布，出口众多，四通八达，我也不清楚。暗道应有施工图。老萧跟了徐公3年多，徐公其实最信任的人就是他。老萧来后才开始修建暗道的。他人呢？徐公不见了后，老萧就一直在生祠祈祷。徐公为保山庄的运势流通，特意修筑了几条密道，密道之间都相互连通，入口众多，但出口呢，它并不复杂，只是比较隐蔽，就在老奴标记的那几处。这密道出口大多严丝合缝，可否从外面打开？自然是可以打开的。金生水，此事出口靠近西边，附近必有汉白玉石，即是机关所在。其他出口亦然，只需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寻找便可。正如郎君所说，找到机关之后，右旋3圈，便能打开出口。孙头长，若有发现，便发信号。追寻非你所长，小仙儿去哪？这机关有趣，我去看看。如果此处没有老奴可帮上忙的地方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去看看武夫人。
这孩子还未足月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县主，请坐。舅父遇害那晚，你真的被迷晕了吗？不可污蔑夫人。你也看出我恨极了他。县主家出事那年，五郎突然告病辞官。我知这并非他的本意，也没多问，随他一同回了平恩县。平恩县的那处宅院是我娘家的祖产，我二人在此落脚，倒也安闲。加之我有一些经商的天分，很快便经营起了一份产业，日子过得倒比在西京还更舒坦一些。1年之后，我有了身孕，便将生意都交给他打理。那个时期，生意处处不顺，眼看之前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，郎君想尽了办法挽救生意，却依旧不见起色。他从那时开始信奉徐公，他担心生意，整日郁郁寡欢。直到有一天，家中忽然敲锣打鼓，我才知道是郎君请回了一尊神像。郎君，你这是？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夫人现在怀着身孕，切不可以血污，冒犯了半仙。郎君，夫人，夫人，郎君，暂且回避一下。他对徐公极为虔诚，每日烧香诵经不说，就连衣食起居也严格按照徐公的指点。不过他对我倒是比以往更加体贴，处处照顾，格外期待孩子的降生。夫人，哎呀，你走开！当心我满身的血污冒犯了你。夫人，刚才是我一时情急，口不择言，惹夫人生气了。哎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夫人，这个徐公，他灵得很，他能够保佑咱们腹中胎儿安乐易养，也能护佑咱们家的生意更上一个台阶。郎君，生意是靠人做出来的。如果拜佛烧香就能够如愿以偿，那所有的人都去拜神仙好了。你一向不耻怪力乱神，怎么会相信这些不入流的东西？哎呀，夫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夫人，你只管养好胎，只当家中没有这个金堂便是，啊。这也是因为徐道隐。
他为了供养徐公，花费了大量的钱财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只感动于他对我的关怀。但是一个认为怀有身孕的女人，会因为血污冒犯神灵的人，又怎会突然改了性子，对我无微不至呢？这一点，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察。那个孩子，这么算来，他带回武木金，应该是在夫人流产后不久。他承认武木金是私生，担心我介怀。我当时觉得，我不能为武家延续香火，心中有愧，便接受了这孩子。那孩子的母亲，我没问，他也不曾说。他将那孩子独自放在别院抚养，还在别院布置了奇怪的阵法。我看那孩子孱弱可怜，他却让我不用担忧。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对劲，就让武烈暗中打探。我发现那孩子并非简单的私生子，而是家主为了自己的恒顺通达，特意让徐道隐找来贫苦女子，为自己生下八字相望的孩子。山庄的生鸡堂里还有不少怀孕女子。徐道隐借着修仙的名义，私底下却是专为那些商贾富户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他们为了让孩子在算好的时间出生，就强行给产妇灌药。大部分产妇本就身体虚弱，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药力，但他们为了得到孩子，根本不管母亲的死活。那武思平罪加一等，竟对自己的发妻下手。夫人那次也是早产。直到武烈从山庄带回托花间的药渣，我才知道，他之前让我喝下的根本不是安胎药，连自己的发妻和亲生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夫人，为何不揭穿他？怎么没有？可是他说，这都是为了家里的生意，是为了让我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他哭着求我原谅。我本想与他和离，但终归有些旧情。况且，我若是走了，只怕那孩子也活不了多久。所以你偷偷换掉徐公给武木金的汤药，让武烈破坏别院布局，都是为了保护他。我知道，郎君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哪怕木金的身体稍有好转，他都会疑心自己的运势会因此削弱。生意上一旦遇到问题，他便会迁怒武木金。我不敢让武木金太健康，又担心他死去。那夫人是如何知道刚刚那个孩子的存在的？我发现他对武木金不像从前那么苛待，又着人在改造另一处院子。他虽不说，
但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。木金的生母生死不明，如今恐怕又有女子要遭遇劫难。这都是因为他的贪婪和自私。这些年间，我多希望他做的恶能反噬到他的身上。我希望他死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没有那么聪明，也没有那么勇敢。我只能想办法，在那个女人生下孩子之前把她带走。可是五丈人不会让你知道柳儿的臣妾。新院子已经竣工，他计划这几日要来清潭镇，我便知道日子到了。夫人担心他们用脱花间催产，便嘱咐我提前赶来。谁知主家遭逢意外，而我为了要确认产妇到底是谁，耽误了些时间，没能阻止月娘。不过伍思平，他的确该尝尝脱花间的滋味。让大将军见笑了，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，我这个人交朋友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迎孝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，记得那会儿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，就连我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这声嘶喊如同瘟疫般蔓延。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营校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竟比在战场上厮杀死的更多？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你看，这片野草，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春是绿，秋是黄，但不论什么时候，都坚韧不拔，顽强生长，对吧？谢谢。你说这人心若是像山茶花一般洁白无瑕，那所有事情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？谁不是生来质朴呢？在这尘世里滚了一圈，才失了本来的颜色。言而不谙世事，以前我觉得是不幸，可是每每被阿杂污了眼，回到府上，看到他那么的单纯天真，我就好像被洗涤了一番。海关为了名声，可是真能颠倒黑白啊！这么快，连府上的丫鬟都开始议论，你是如何挺身而出，
带我翻案的。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查起案子来，这消息啊，难免就走漏出去了。你所求的，我已经帮你实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有物证，大理寺很难凭忽然冒出来的口供就推翻定论之案。但是有了于前那封信作为旁证，想翻案就简单得多。说吧，接下来海公想让我怎么做？圣上惜才啊，连郭瑜都能看出来度量他们接连出事和叶平安有关，那圣上岂能看不出？却对他重拿轻放。但若叶平安所为过了头，甚至是有违圣意，那么他的命，圣上便不会再留了。莲儿，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莲儿回来了吗？你去找找莲儿。该回家吃饭了，今晚有大月亮。哎呀，这才好了几天呢，又糊涂上了。你女儿她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回房间，别乱跑，乖啊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莲儿。海公，今夜圣上和百官会在千秋阁拜月。那海公的安排是？届时守在李宗旭府外的兵会被悉数调走，我要你把他绑到长夏门的城楼上来。挟制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为何要我自寻死路？当然不是，我要你把叶平安也约到城楼上来。等我和圣上到达长夏门，你借机杀了李宗旭，然后栽赃给叶平安，这样挟制宗亲之罪就和你无关了。叶平安能言善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恐怕他还会反咬一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让大理寺的人在城楼上待命。李宗旭一死，叶平安罪无可赦，就地格杀。这已死之人，还如何自辩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圣上和百姓俱在，海公这戏台子搭的可真是不小。叶贤爷，叶贤爷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，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
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叶希一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。所以，当你看到铜钱是无字的时候，反而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美党之间还未倚重我，深得重用的人，仍旧是他海一平。想要得到美党的器重，还得先砍掉他们的臂膀。直接承认想站在我这边，很难开口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。陆丹心跟海一平做了一个交易，他们打算用你的命，去换一次为于谦翻案的机会。所以你推测他们会去大理寺？我还探出了海一平的口风，他打算今夜动手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丹心一早给我递了条子，约我今夜在长夏门上见，说要将一切做个了断。李宗旭也在，我必须去。缠山云梦肉，风茄子，长生粥，青儿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别急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尝尝阿爷做的饭，好不好吃？来尝尝，看我手艺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有种家的感觉。味道不错。哎，好，儿啊，你带那受害女子去沉冤，总算让御史案有了翻案的希望。娘这心里啊是越想越高兴啊。这是儿子该做的事情。想想那叶平安呐，也怪可怜的。小时候被人利用，发生了那么惨的事儿，你说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呀？娘，这么好的日子，不要再提那些往事了。祝娘秋节安康，万寿无疆。好，爷，娘，安康。哎，好，妍儿来。哎呀，哎，慢点啊！来，看脚下，哎，慢点。莲儿，你可回来了，把阿爷想死了。是啊，阿爷，女儿回来了，今天陪你过节，咱吃顿好的。好，来坐。来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今天晚上有几个老主顾，我得应酬一下。我这忘得死死的。你们吃啊，我去一会儿就回来啊。今天高兴，多喝几杯啊。那您忙。哎，好。
尝尝我的手艺。莲儿，原来你已经找到自己中意的人了，怎么还瞒着阿爷呀？伯父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本想找个吉日专程来拜访你，就没让他跟你讲。来了就好，都是自家人，咱们吃饭吧。莲儿，你看你瘦的，你得多吃点儿，肉要多吃，菜也要多吃，身体才能好，是吧？是。你小子，我问你，有没有欺负我家莲儿啊？伯父，这我哪敢啊！莲儿这般聪明，她不欺负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我家莲儿又能干又聪明，将来定有大出息。你小子，你太有福气了。那是。阿爷，无论女儿以后在哪儿，都会如天上的明月，常伴你左右。好，好。今天是8月15，来，咱们喝酒，一起喝杯团圆酒。原本以为没有姑母和丹心在身边，我会是一个人。谁知道最后还吃上了顿家宴，哪怕是演戏，我也知足了。这不是演戏，在这一刻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你这么说，倒让我怪留恋的。怎么，当我厨子当上瘾了？你见过手艺比我还好的厨子吗？我们不过相识了数月而已，但有时候我却觉得，我们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。